离家抽走的福尔摩斯小姐突然发现对面的行李竟在破茧成蝶。Hello. Get out of this carriage right now. 可对方不但没有离开，甚至还自我介绍起来。伊诺拉思考片刻，便知道对方就是刚刚被跟踪的男人。他不想被牵连，于是再次呵斥对方离开。见男人走出车厢，伊诺拉才松了一口气。然而没过多久，男人竟惊慌失措地跑了回来，甚至向他急切地求助。可伊诺拉不愿插手，便转身离开了车厢。然而还没等他走远，车厢内突然传来了呼救声。就在他返回查看时，男人却被杀手推到了车厢之外。眼看着火车就要穿进山洞，千钧一发之际，伊诺拉拿起一旁的拐杖救下了男人。二人趁机仓皇逃窜，却没想到竟一路来到了车尾。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紧急关头，伊诺拉想到了一个办法。 Do you trust me? No! This way! 伴随着巨大的惯性与冲击，二人在草坡上翻滚了数圈才停下。虽然侥幸逃脱了杀手的追击，但伊诺拉心中却满是怒火。他刚要开口责备，肚子却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气氛瞬间变得尴尬，可男人不但没有嘲笑，反而从容地对着满地杂乱的野草如数家珍般地介绍起来。 Agaricus lanapes, the princess. Delicious. 伊诺拉这才惊觉，眼前这个贵族少爷似乎也并非一无是处。原来男人名叫图克斯，是位赫赫有名的富家公子，只因厌倦了家族的摆布，才毅然选择出逃。这份对自由的渴望让同样离家寻母的伊诺拉感同身受，而为了掩人耳目，伊诺拉彻底为图克斯改头换面了一番。第二天，二人终于抵达伦敦，但最终伊诺拉还是选择和图克斯分道扬镳，因为他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为了尽快找到失踪的母亲，伊诺拉来到了一家高级礼服店，伪装成了平日里最不喜欢的优雅淑女，并且凭借过人的智慧，从零星的线索里顺藤摸瓜，找到了一家柔道俱乐部，却不曾想这里的教练竟一眼认出了他。寒暄中，他随口提起母亲之所以莫名失踪，是因为他正从事一项隐秘的工作，这让伊诺拉瞬间回想起曾经在家中无意间撞见母亲和一群女人低声交谈的场景。记忆突然如潮水般涌来，伊诺拉很快想起当天母亲提及的一处地址。他没有片刻犹豫，顺着记忆中破解的线索，孤身一人潜入了伦敦东区的莱姆豪斯巷。在一条幽暗的巷弄深处，一扇不起眼的破旧木门吸引了他的注意，因为门把手上那条紫色丝带和母亲给他盒子上的丝带一模一样。于是他警惕地翻窗进入，竟发现桌子上铺满了关于女性权益的传单，甚至还放置了好多似曾相识的实验品。伊诺拉小心翼翼地根据母亲曾经教给他的方法简单的试验了一番，竟发现这些试验品竟是炸药的原料。那一刻，他似乎更加确信这里的一切都和母亲紧密相关。直到看见一旁角落里堆放的大量炸药，伊诺拉瞬间毛骨悚然。 Mycroft is right. You are dangerous. Sherlock was right too. What are you planning, Mother? 为了尽快弄清真相，伊诺拉迅速离开了房间。怎料刚走到巷口，原来此人正是火车上的杀手，他逼问伊诺拉图克斯侯爵的下落。即便伊诺拉一无所知，杀手却也并不打算放过他，因为杀手的相貌已经暴露，伊诺拉毫无退路。眼看着他渐渐放弃了挣扎，凭借母亲曾经的教诲和他与生俱来的机敏，伊诺拉终于从杀手的控制中挣脱，但他却没有选择逃离，而是躲在了柜子后。I'm not sure I ever described how a typical day's education worked with my mother. Got to! Followed by fight combat. 可尽管他身法敏捷，却终究难敌职业杀手的力量，最终被拽回了刚才的房间。可却没想到，这反倒给了伊诺拉机会。千钧一发之际，他点燃了桌上的火药，伴随着火光与轰鸣，伊诺拉也终于破局而出。一场生死搏斗过后，他也真切地领教了杀手的冷峻与果决，也更加确信此时的图克斯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于是善良的他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决定，他打算暂缓寻母，先去拯救图克斯。然而经调查才发现，原来图克斯竟是位贵族侯爵，而为了踏入那座森严的府邸，伊诺拉扮作寡妇，以侦探之名自请接手图克斯失踪一案，然而却被仆人逐出。无奈之下，他只能谎称自己是名侦探夏洛克的助手，本以为这样便能留下，可一位男士突然出现，原来他也是为此案而来。男人当场拆穿了伊诺拉，但他们的这点把戏，公爵夫人早已看在眼里。为了不再上当受骗，夫人将他们二人一并赶出了城堡。
眼看男人驾车离去，可伊诺拉却仍不死心，在与园丁交谈间，竟得知图克斯经常独自去往后山的树林。果然，他在树林深处发现了一间树屋，并且里面还藏有图克斯离家出走的路线规划，甚至一处坐标竟与他刚刚险些丧命的巷口分毫不差。原来这一切都是图克斯亲手布的局，他故意将杀手引至巷口，却未曾料到伊诺拉竟阴差阳错成了那场埋伏的替身。但很快，伊诺拉又在一本书的夹层里发现了新的线索。遵循着指引，伊诺拉果然在一家花店找到了图克斯。 I want 4 yellow flowers, 2 blue and a red one. I don't care about the breed, any flower will do.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惊喜之余，图克斯却突然怀疑伊诺拉是收了家族的赏金才前来寻找他的。 Have they? You didn't know? Well, I must tie you up and clean it. Stars and garters, are you really so ridiculous? 随后，伊诺拉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这让图克斯有些感动，却殊不知此时伦敦的大街小巷竟早已贴满了关于伊诺拉的寻人启事。原来，伊诺拉的神探哥哥夏洛克也在暗中查找母亲的下落，并且找到了那家柔道俱乐部。 How did you find me? Letters hidden up her chimney. The ash on the sole of her shoe, and the coal dust led me to them. She always said you never missed anything. She needs to be home. She has a daughter that needs her. Enola seems to be surviving perfectly well on her own. So you've seen her. 当然，老板不可能出卖伊诺拉，可却殊不知另一边的理发店里，刚刚出现在侯爵府的侦探却将伊诺拉的消息透露给了伊诺拉的大哥麦考福。而此时的伊诺拉正带着图克斯来到了自己租住的小阁楼，并且向他说出了此行真正的目的，以及很多无从吐露的心事。原来伊诺拉从小便与母亲相依为命，在那个保守的年代，母亲从未教她如何像个淑女般刺绣画画、相夫教子，而是带她阅读百科全书，练习柔道搏击，甚至在客厅做化学实验。在母亲的庇护下，伊诺拉活得自由而狂野。然而这一切却在她16岁生日当天戛然而止。母亲离奇失踪，只留下了一些奇怪的线索。举目无亲的她只能求助于2位哥哥。大哥麦考福是政府官员，古板教条，但由于多年未见，哥哥们竟没有认出这个妹妹。 Mr. Holmes, Yes. you sent for me? Enola. 而当麦考福看到眼前这个丝毫没有淑女气息的伊诺拉时，便迫切地想要将她送往极其严苛的女子寄宿学校，把她强行改造成一个符合当下时代风格的淑女。为了逃离被支配的命运，更为了寻找母亲的下落，伊诺拉破译了母亲留下的密码，连夜出逃，这才有了后来火车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此刻，2个同样为了自由而逃亡的灵魂产生了奇妙的共鸣。然而，厄运的阴影却已悄然笼罩。原来，贪财的房东太太早已暗中报警。警察突然闯入，2人合力拼命抵住门板，可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为了图克斯的生命安全，伊诺拉毅然选择让对方先逃。 If he catches you, your life will be in danger. If he catches me, it's simply a life I do not want. Now go! I don't want to leave you, Enola. 图克斯无奈只能先行离开，最终伊诺拉被大哥麦考福连夜送进了那所令人窒息的淑女进修学院。而对于从未受过规训的伊诺拉来说，这里每一条繁琐的礼仪都让她倍感痛苦，但这反倒激起了校长的征服欲。他信誓旦旦地承诺，定会将这匹野马驯化成温顺的小白兔。次日清晨，2哥夏洛克竟前来探望。不同于麦考福的冷酷独断，夏洛克透过妹妹叛逆的伪装，看到了她惊人的天赋。他甚至坦言，伊诺拉完全有能力成为一名侦探。看着哥哥带来的松果玩具，兄妹间的坚冰逐渐消融。而交谈间，夏洛克隐约透露，母亲似乎正在参与一场颠覆性的平权运动。 Why would she? Shudder to think. Perhaps she wants to change the world. Perhaps it's a world that needs changing. 而对于图克斯失踪一案，夏洛克也给了伊诺拉一些暗示。次日，当伊诺拉翻看报纸时，竟猛然发现了端倪。原来，图克斯继承爵位后，手中将握有决定国家改革法案生死的关键一票。守旧派为了阻挡变革，才派来杀手追杀图克斯。而就在伊诺拉担心之际，门外竟传来了一阵敲门声。快递员声称这是麦考福寄来的包裹，可就当伊诺拉打开箱子时，图克斯竟从里面钻了出来。原来，为了报恩，他竟想出这种办法来帮助伊诺拉逃离。很快，伊诺拉便钻进了箱子，可就在图克斯将其向外挪动时，竟被校长拦截。I was just delivering a package, miss. 他当即要开箱查验，图克斯急中生智，说这是麦考福先生送给他的私人礼物。无奈之下，校长让学生将其抬到了办公室，而就当他回到办公室打开箱子的那一刻，
原来伊诺拉早已趁机溜走，他与图克斯迅速在门口汇合，开着校长的车子一路狂奔。图克斯本想就此隐姓埋名，但伊诺拉却突然将车子转向了图克斯家城堡的方向，因为他知道要想挣脱枷锁，就要直面恐惧。他决意带着图克斯探寻真相，揪出杀手背后的主使。于是趁着夜色，他们悄然潜入了古堡。然而偌大的城堡里却空无一人，而就在他们走进大厅时，原来这一切早已在敌人的掌控之中。杀手再次现身，一番殊死搏斗后，杀手的枪支意外滑落，恼羞成怒的他竟企图用绳子勒死图克斯。眼看着图克斯就要断气，千钧一发之际，伊诺拉再次凭借机敏救下了图克斯，而杀手却径直倒在了一旁尖锐的物体上，奄奄一息。 Who are you working for? Who do you work for? England. 可还没来得及喘息，图克斯的祖母竟站在了面前。二人刚打算松一口气，却没想到下一秒， It seems if you want a job done, you have to do it yourself. No. Where's my mother? In London, with your uncle, looking for you. They never understood.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is at stake. 真相终于大白，原来这位看似慈祥的祖母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作为极端的守旧派，他绝不允许孙子那一票动摇家族100年的根基。为了所谓的荣耀，他竟不惜亲手扼杀自己的骨肉。看着倒在地上的图克斯，伊诺拉伤心欲绝。可就在此时，图克斯竟缓缓地睁开了眼睛。I'm not entirely an idiot, you know. 原来他早有防备，他的内衣里穿着一块厚厚的护甲。图克斯就这样侥幸生还。 Your time is over. 终于，投票的日子来临，图克斯投出了改变历史的一票。 Your father would be very proud of you. 而再见伊诺拉时，一种莫名的情愫依然在他们心底滋生。 You look good. I'm not supposed to bow or anything, am I? Now you are whatever you are. Arguably, you always had to bow. You just chose not to. Mother has said that there's always room for you with us. Your mother clearly hasn't spent enough time with me. And what if it was I that asked you to stay? A kind offer, but one I must refuse. 但伊诺拉还是转身消失在了人海之中。他终究没有选择依附任何人，凭借着强大的内心和意志，他整理好思绪，准备踏上寻找母亲的旅程。其实这里暗藏着一个动人的隐喻。饰演伊诺拉的演员米莉·波比·布朗，其实一只耳朵完全失聪，但这反而成了全片最绝妙的注脚。在这个不仅给女性套上束胸，更要求她们时刻听话的年代，她因听不见那些臣服的规训，反而更能听清自己内心的呐喊，活出了真正的自我。而这也与他现实生活中的经历有着很大一部分重叠。左耳听力的障碍不但没有束缚住他踏上好莱坞的脚步，而他在台词方面下的功夫也令成年演员都颇为赞许。面对环境因干扰而听不清对手的台词，他甚至把对手的台词也一并背下。这份戏如人生的顽强，让伊诺拉这个角色不再仅仅是剧本上的文字，而是拥有了真正独立且强大的灵魂。她不再是那个只会哭着找妈妈的小女孩，更是成长为了能独自对抗世界的侦探。或许正是这份从骨子里透出的独立，终于让她等来了那个迟到的答案。当伊诺拉回到公寓，推开门的那一刻，母亲竟出现在了眼前。 This is a surprisingly nice room. 看着眼前的女儿，母亲终于说出了离开的真相。 I'm sorry. I wanted to tell you where I was going, but it wasn't safe. 原来她莫名的失踪不是抛弃，而是为了给女儿创造一个公平而美好的世界。 Because I couldn't bear to have this world be your future, so I had to fight. 而影片也在一片祥和中走向了尾声。其实细细想来，母亲当年给她取名伊诺拉，绝非一时兴起。这个名字倒过来拼写，正是 alone 孤独的意思。起初这份孤独是无助，是被抛弃的恐慌。但经历了这一路的逃亡与成长，伊诺拉终于读懂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所谓孤独，并非无人相伴的凄凉，而是拥有不依附于任何人的勇气。她不需要成为神探夏洛克的妹妹，也不需要成为伯爵图克斯的妻子，她只是她自己，一个人也可
可以活得精彩。而回望母亲的抉择，我也终于明白，那场看似决绝的离开，其实是一场更为深沉的守护。在这个女性被视为附庸的时代，母亲深知，若想要女儿在旷野中自由地奔跑，就必须有人先行一步，去烧毁那禁锢思想的牢笼。她选择成为一名隐秘的战士，只为给女儿和下一代女性争取哪怕一寸呼吸的权利。而图克斯投出的那一票，不仅关乎一项法案，更是在那铜墙铁壁般的旧秩序上凿开了一道裂缝。正如影片最后伊诺拉所说，未来尚未书写，而这正是母亲送给她最好的礼物。因为从这一刻起，无论是伊诺拉还是千千万万的女性，她们命运的笔终于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吧。愿屏幕前的你也能像伊诺拉一样，不被定义，也不惧目光，在属于自己的旷野里活得热烈且滚烫。愿你们天天开心，没有烦恼。